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重点是起诉可能威胁投资者和市场的不当行为。路透社，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根斯勒 （Gary Gensler） 表示，该机构致力于识别和起诉可能损害投资者、资本形成或市场的不当行为。该声明是对路透社报道的回应。该报道称，联邦和州监管机构正在调查最近银行股价飙升背后的可能市场操纵。Gensler 强调 ，SEC 专注于在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时期识别和打击不当行为。3家香港上市公司试点测试 TNFD 框架即将采用。南华早报，太古地产、香港及中华煤气及维他奶国际已开始试行与自然有关的财务披露专责小组框架。该框架旨在帮助企业报告可能影响其业务的生态风险。该框架将于9月上市。全球有200多家组织参加了测试。TNFD 倡议于去年宣布，使组织能够报告不断变化的生态风险并采取行动。TNFD 的框架与气候相关财务资讯披露工作组发布的跨行业气候相关财务披露指南保持一致。美国地区银行暴跌，投资者担心危机尚未结束。半岛电视台，对美国地区银行健康情况的担忧仍在继续。PacWest Bank 最近遭受股价大幅下跌。PacWest 宣布正在考虑战略选择，包括可能的出售。这一消息导致该公司股价下跌近50%。报告显示，投资者担心 PacWest 可能会遇到与第一共和国相同的困难，后者失败了，不得不寻找买家数周。摩根大通 JP Morgan 分析师警告称，未来几周银行可能继续面临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监管和经济方面。苹果超过销售预期的迹象表明 iPhone 正在经受住衰退。彭博社，苹果第2季度业绩好于担忧，表明 iPhone 正在经历整个行业的低迷。截至3月底，股价下跌了10%多一点，是自2008年以来最差的表现，原因是中国需求放缓和新产品发布不足。尽管如此，苹果第2季度的业绩超出了预期，收入为948亿美元，而预期为926亿美元，利润为110亿美元。Mac 和 iPad 的销售已经放缓，但 iPhone 似乎仍将是展会的明星，赚取513亿美元，而分析师预期的为490亿美元。这抵消了 iPad 收入下降13%的影响。iPad 的收入下降了66.7亿美元， Mac 部门的收入下降了31%，至71.7亿美元。美联储数据显示，倒闭的银行第一共和国是主要的央行借款人。路透社，耶鲁大学金融稳定专案的史蒂文·凯利 （Stephen Kelly） 表示，美联储的紧急贷款活动加剧了人们对银行危机的担忧，但数据显示，紧急贷款与银行业危机无关，尽管有相反的报道。美联储贴现视窗借款从739亿美元降至53亿美元。然而，主要由于过去的银行倒闭，其他信贷的使用从1704亿美元增加到2282亿美元，而 BTFP 的贷款从4月26日的813亿美元下降到758亿美元。道明证券表示，持续的银行体系不确定性是美联储高借贷水平的背后原因。弗兰肯斯坦博士醒来，发现他制造的人工智慧怪物。加拿大环球邮报，人工智慧的到来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无疑带来了好处，但有时看似进步可能会付出代价。目前对人工智慧最大的担忧是担心它会取代人类。人工智慧具有自我学习、适应和即兴创作的能力，这可能使人工智慧比人类更聪明。这将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最终可能被人类无法控制，如此迅速的扩散不可能预防或控制不良后果。人工智慧与过去的技术突破不同，因为它并没有扩展人类的能力，它正在扩大机器的能力。过去技术进步所增加的能力是人的能力，因此我们塑造世界的能力正在改变。
对于人工智慧，这似乎不太可能。该领域的领先专家杰弗里·辛顿 （Jeffrey Hinton） 甚至表示，他对自己作为人工智慧先驱的毕生工作感到遗憾。这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对待人工智慧的潜在危险。然而，领先的技术专家和研究人员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暂停进一步的人工智慧开发。他们认为这是对人类、社会和环境的潜在灾难性风险。他们敦促集体关注第三项工作，即考虑人工智慧研究和应用的伦理和社会影响。他们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演算法在黑匣子中工作，其中可能会发生奇怪和意想不到的事情。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最终破坏人类和环境。佩尔茨呼吁华盛顿遏制危机，美国银行面临新的压力。金融时报，美国地区银行的股价周四大幅下跌。此前，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 PacWest 表示，已与几个潜在的合作伙伴和投资者进行谈判。PacWest 的股价下跌了 43.8%。此前 ，FDIC 早些时候宣布扣押加州银行第一共和国，并提醒注意美国小型和区域性银行面临的困难，并提出了华盛顿加强干预的新呼吁。与此同时，利率上升，银行正在护理账面损失，股票投资者担心这将使盈利能力变得困难。Trian Fund Management 的联合创始人 Nelson Peltz 呼吁将存款保险从目前的25万美元限额提高到最低限额。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公布第一季度亏损较小。路透社 Coinbase 报告称，随着投资者重返加密货币领域，2022年第一季度的损失较小。该公司去年亏损 85%， 将近亏损从1年前的43000万美元削减至7900万美元。尽管今年 Coinbase 股价上涨了 40%， 但交易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达到 1.45亿美元。这表明加密货币的受欢迎程度没有显著增加。本周区域性银行有什么变化？金融时报，美国地区银行 ETF 正受到重创，尽管分析师认为银行危机的急性阶段已经结束，因为新的麻烦迹象正在出现。一段时间以来，融资成本一直在增加。Pacific West 周三表示，它已经损失了 17% 的 Q1 存款，而第一共和国在此期间损失了近 60% 的存款。随着利率上升和货币市场基金看起来具有吸引力，零利率银行存款在美国地区银行中的份额一直在萎缩。随着泡沫的破灭，过度暴露于办公室的区域性银行将面临进一步的阻力。橡树资本的霍华德·马克思将接受癌症治疗。金融时报，橡树资本管理公司联合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思 Howard Marks 已被诊断出患有可治愈的喉癌，并将接受手术，然后接受放射治疗。Marks 是橡树的公众形象，环游世界与客户交谈，并设定公司的投资理念和宏观经济定位。9家北美技术表现优于科技公司。加拿大环球邮报，9只北美科技股评级盈利增长、价格表现和强劲的 Trading Central TC 量化评级，战胜了对投资者保持吸引力的赔率。使用策略构建器来识别中大型公司，筛选出过去4周至少上涨 5% 的股票，一年内获得正回报。与去年同期相比，上一季度的盈利增长超过 10%。 TC Quantamental 评级高于6。超微型电脑和微软位居榜首。白宫威胁要统治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智慧公司。英国每日电讯，谷歌、微软、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与白宫会面，讨论人工智慧内部快速发展和威胁的安全问题。威胁包括网络安全、隐私和就业。1.4亿美元的资金已经到位，用于在人工智慧领域建立评估系统和研究。美国正在与欧盟合作，在维护隐私和公民权利的同时，管理人工智慧的潜在危险。白宫官员警告人工智慧公司，他们在产品开发和私营部门中负有安全责任。保险公司 AIG 因承保收益强劲，超出利润预期。路透社，美国国际集团 AIG 公布的第一季度利润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
这要归功于强劲的承保收益。AIG 第一季度的承保收入增长了13%，达到5.02亿美元，创纪录的业绩推动了该保险公司第一季度最强劲的承保。一般保险事故年度综合比率下降至 88.7%。与此同时 ，AIG 在一般保险部门的净保费增长了 5%， 达到69.7亿美元，合并净利润总额增长 9% 至35亿美元。空头挤压说明加元升至2周高点。加拿大环球邮报，在油价小幅上涨后，加元升至近2周来的最高点，这影响了投资者对该货币的看跌压注。加元对美元触及 1.35 加元，上涨 0.6%， 而其他一些美元集团货币也走强。澳元和纽西兰元也有所增加。加拿大主要出口产品石油价格略有下跌，但在连续2天下跌后回升。Lyft 股价暴跌近 15%， 收入预测弱于预期。CNN Lyft 宣布其2021年第一季度的收入为10亿美元，并报告同比增长 14%， 超出华尔街预期。此前 Lyft 宣布计划裁员 26%， 并进行公司重组，以争取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然而 Lyft 也报告了本季度的收入预测弱于预期，导致其股价因这一消息而下跌近 15%。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卫·里舍 David Risher 表示， Lyft 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捩点，因为人们恢复了大流行前的社交习惯。Risher 是亚马逊和微软的前高管，于5月接管了 Lyft 的领导权。麦格里看到大宗商品部门收入增加，利润创历史新高。路透社，澳大利亚最大的银行麦格里集团 Macquarie Group 宣布，截至3月底的年度税后净利润为 55.8 亿澳元 39.5 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 13%， 高于市场普遍预期。该银行的商品部门引领了增长，净利润增长了 52%， 占该银行收益的1/3以上，因为高风险能源交易在客户中越来越受欢迎。尽管其股票经纪部门因市场疲软而受到打击，但麦格里表示，其资产管理和企业贷款部门也在增长。麦格里股价因业绩上涨 2%。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 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